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松鼠 AI 董事长厉浩洋老师，欢迎厉总；涂磊涂老师，欢迎。好，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吧。这么多年，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有时我就是希望能有个地方发泄，可是他却始终不能安慰我。我之前这么多年亏欠了他，这次复婚，我就是希望能够补偿他，可他一直不给我这个机会。复婚之前，他的种种关心让我觉得他真的改变了，可是复婚后才发现他当初说的都是骗我的。复婚1年多了，每次遇上事情他总是翻旧账，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困在之前的事情里不肯出来。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范先生53岁，来自陕西，农民；女嘉宾钟女士52岁，来自陕西，退休。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哎呦，看给您愁的哟，那么愁呢？复婚了？复婚了。离婚多久复的婚啊？离婚有14年。当初为啥离啊？我一提这个事我就心里难受。哦，心里难受。对。那您给说说为啥离婚啊？主要是吧，觉得他没有担当，他立不起，顶不起家里那根梁，是这意思吧？就不像个男人嘛，不扛事儿，是这意思吧？对。哦，那这个离婚14年，您带着孩子呀？对。您带了几个孩子呀？我带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哦，都是您带着的？对。这14年有联系吗？很少。14年等于您也没有新感情，是吧？没有。您也没新感情？没有。18年复的婚，对吧？对。这1年多来，觉得怎么样啊？过得不怎么样，他还是有好多毛病没有改。啥毛病没改啊？打比方就是我说了不太顺，大吵一架才会依从我的。这没啥呀，好多夫妻不都这样吗？我们这太严重了，我觉得。为啥呢？就为了当初我们两个是朋友介绍的，看见他也很帅啊，我就带回我们家了。我们老家是汉中啊，汉中，他们家是宝鸡。我爸妈一问老家是哪里，就说这个坚决不行，太远，我看坏了，我看那个失去他了。我俩都商量一块儿回宝鸡。回宝鸡，他就说咱俩结婚吧，我就跟着他屁颠儿的去把证领了。领了过后，我发现他没有重视我，酒席也没给我办，彩礼钱也没有。关键是我父母他们不承认我们这一段婚姻啊，他连结婚的戒指都没给我买，这不都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吗？我觉得对我的伤害特别的大，这也就不说了吧。那你对家庭好好付出，好好担当嘛。后来他不好好上班，待在家给孩子洗衣做饭。我说那你是不是想让我出去上班？你一个大男人在家，那像啥呀？过不成了。那就离婚吧。这不是04年我俩就把婚离了。就是您嫌他懒，不出去挣钱，是这意思吧？对。这14年也各自也没找，也没什么联系。没有。那咋说复婚就复婚了呢？后来孩子结婚，我说需要钱呢，他说我也知道之前我欠你的太多啊，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找，我一直心里头有你和孩子，我真的钱都存着了，他就全拿出来了。他就一直在家帮忙跟我说好话。离婚之后您靠什么养活2个孩子长大呢？就是我做生意。您一个人把2个孩子抚养大了？对。他会经常看孩子，给孩子点零花钱，是这意思吗？他们跟孩子是经常联系，可能在学校门口堵着孩子什么的。哦，您都不知道啊？孩子回来跟我说。哦，也就是说这14年你们夫妻之间没什么情感的沟通，是这意思吧？没有。他这个人啊，啥都好，我最不能容忍他的一点就是爱翻旧账。
爱翻旧账。旧账，哎，都翻些什么旧账啊？你比如说吧，他说他口渴了，他要喝水，我说行，我给你倒一杯水。我把水端过去的时候，他说这个水凉，怎么喝？你那个水都倒不好，咱俩还有什么感情？我去弄一杯热水，我端过去，他又说，你看你连水的温度都掌握不好，你想烫死我？那我就搞不明白，我怎么做，他能忘掉以前那个旧事？我怎么才能进到他的心里？人家问你问题呢，咋做才能忘记过去的旧事啊？那我都不能说说吗？说我受了那么多委屈，我都不能说说吗？你都不能哄哄我吗？我怎么安慰你啊？对不对？我怎么做都是我的不对，对吧？这20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不是他到底怎么你了？你都不知道我跟他受了多大的委屈。对，您说您跟他受多大的委屈？离婚那会儿孩子还上小学啊，我也年龄不太大，20多岁，都压在我一个人的肩上了啊。我又卖个菜，又卖个小吃，又卖个衣服，又开个麻将馆，什么生意都做过。哎，我其实挺好奇的哈。您看这么能吃苦，如果家里有个男人帮您照顾孩子，不是挺好的吗？这日子干嘛非离了呢？我觉得我是个女人，我要在家，你一个男人要到外面去闯。他不是这块料吗？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很委屈，咱俩都离婚呗。离了婚，我可以说是世界上这些女人都没有我受的委屈这么多。哎呀，那人家一个人带4、5个娃的也有，您别说全世界您最苦。我也能来有限呢，主持人。离婚是您选的是吧？是我选的。离婚是您要离的。对。儿子说是给他带，1人1个娃，对吧？对。也是您选择的娃不让他带的，是吧？对。您是怕他带不好，是不是？对。这路不都是您自己选的吗？是我选的。后来那您就别说和好呗，这和好了你就听我的话呗。不是他说和好，您可以不跟他和好啊。后来都挺感动我的。对呀。我觉得是孩子的亲爸爸啊，我觉得在一块有个完整的家没什么不好的。那没什么呀，他现在不是您要喝水，人家不就给您倒水，不是挺好吗？我觉得我老忘不了过去。他脑子也不太好使，你看老实巴交的。您当时不是觉得人家帅，您跟人私奔的吗？他当时是很帅呀，当时是很帅呀。后来结了婚，他就变成这样了。那他不是结了婚一下就变成这样的吧？我没有让他变成那样了，是他给我很多委屈，我受不了。哎呀，是，那人家一个帅哥怎么到您手里就变成一糟老头了呢？就这意思。没说清楚，我怎么觉得没听到您？我问问您吧啊。结婚之后您开心吗？开心。他跟您离婚的时候，您伤心吗？伤心。这14年您一个人过得苦吗？苦。咋苦啊？心里苦。你这个，人家带了2个娃，人家累着苦，你这心里是咋个苦法？你给我说说。孩子女儿我见不上啊。有一次我是叫娃。好长时间没见了啊！我说出去带着小孩去吃个饭呀，聊聊感情啊，有时候这给家里多少补些点啊，我只能做到这点，他一知道就不高兴了，我做啥他都看不上啊，他就说我窝囊，不是个男人啊，那我说我是哪？我是女人吗？哎，那您心里这么委屈这么堵得慌，你干嘛还跟他复婚呢？一光这10几年过去了啊，原来这么小的小孩也长成大小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啊。我也不想叫孩子看着，我们是单亲家庭，咱给为娃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啊，对吧？复婚以后他变了，猛然一件事就翻账。我就翻旧账，那你就不能担当着点吗？你都不能哄哄我吗？我担当了20年了，担不起了。我翻旧账的时候，他的火气比我还大呢。比如说看个电视吧啊，伤心的地方，他就不对了，我赶紧就要出去。为啥呀？不出去头就破了。家暴啊？有一点，算不上。您不敢还手吧？不敢。我有时候是失手了，不是故意的。您还经常失个手什么的？是的。您还想跟他过不？想。是控制不住自己是吗？对，控制不住自己，3言2句都说的
都想到过去了，一想到过去都想说出来，一说出来他火气比我还大，他有时候都给我蹦起来了。他能蹦多高啊？发火的时候？他蹦得可高了，你看他现在可乖吧？他在家可不这样。就是您那旧账是个弹簧是吧？是。您只要一释放，他就蹦起来了。对。哎呀，你们俩这过的日子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心里很苦，但是说不出来，是这意思吧？打比方就是离婚了吧，那时候孩子还上小学，后来我做生意，那时候开了个麻将馆，晚1点半到2点有时候，完了过后我就人在店里，心在家里孩子身上，不知道孩子作业写完了没有，睡了没有，是否能盖上被子，是否想吃啥了没有，这个心粘到孩子身上的。就像晚上下了班往回走的时候，我骑了个破自行车，完了过后在自行车上面睡着了都。哎呀，辛苦。睡着了，完了过后在马路边上都腾一下，完了过后连人在车子一下摔下去，都好长时间都起不来。完了等一起来，大哭一场，炫哭炫完回走。就孤苦伶仃一个女人啊，带两个孩子。我觉得我没有依靠啊。你跟着也哭啊？擦擦，都是你给我造成的，有这么多伤害。好，来。就我看还好，人家还给你擦眼泪嘛，对吧？你哭是为啥呀？她是孩子的母亲啊，是我原先的妻子啊。她跟着我没做好一个男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啊，她受委屈了受苦了既然决定复婚了，过去的事儿咱就少提点，行不行？我也想少提点，但是我有时候控制不住呀。明白了，我还是想问。当初离婚到底是为啥？他太强势，我挣的工资他看不上，太少。就是嫌您不能挣钱，跟您离的婚啊？对。不是，还有就是他不听从我的安排。打比方说吧，03年那会儿，我们那会儿房子才1260一平方当时我们手上都有个12、13万。厉害啊，这不挺能挣的吗？买一套房子还不够啊。贷款呢？我就说在我们姊妹们那借钱，他不允许啊。我就那个房子才1260一平方，都看好了。你要12、13万也能买个100平的。这个房子是128平方，还差那么1、2万块钱。我们在姊妹们那儿凑一凑，他不让，你看啥都不听我的。我说咱过不成了，我说咱离吧，我说。那12、13万是从哪儿来的呀？我们俩之前也开个饭店。他是干啥的？他是厨师，完了我就对呀，一饭店最核心的是厨子呀，那不是人干出来的吗？完了我也就爱翻旧账呀，爱翻旧账，他受不了，完了我们就在饭店里都打架，这不是一打架都没有心思弄了吗？这有时候打厉害了，我就把那个碗那个。当时是为什么打架呢？我就翻旧账呀，我就说你那会儿怎么不听我的，怎么不听从我的安排？为房子的事儿翻旧账，是这意思吧？对，房子的事儿，平时不好好努力赚钱，就是那个把家里那个顶梁柱，反正是都是顶不住。就是您是觉得人家顶不住，其实人家顶的还挺住的，是吧？他顶不住。咋顶不住了？孩子结婚啥不也给你钱了吗？给了，但是说。您开饭店，人家不也是做厨师了吗？做厨师了，后来我就说啥事儿听我的，他也不听我的。您结婚之后跟娘家还有来往吗？基本没有，因为我妈妈当初都是说了，你要愿意他，你以后我就算没有养你这个女儿，你也不要回来了。等于结婚之后跟娘家也断了联系了，是吧？对。跟婆家的关系怎么样呢？还行。所以在家里面主事儿主不了事儿，就觉得人家不行，就离了婚了。对。说来说去听明白了，他这儿有2本账，一种记法。第一本账叫离婚之前一本账，是吧？对。那本账呢叫不能够当顶梁柱，那是一本账，对吧？对。第2本账叫我那苦难的14年，是吧？对。把这2本账合起来，得出了一本账，都是你造成的，是吧？对。这是罪魁祸首，只要不翻旧账，怎么都行，是吧？是。
有没有一种这个需要是你得把我当男人看？不需要，不翻旧账就行。过往不究，是吧？对。以后你做牛做马都要回报他。对。是这意思吗？就是。哎呀，说的这委屈哈，都不想离婚，但是在一起过又过不到一起，是吧？我不是喜欢翻老账，我也不喜欢翻老账，明白？我就是控制不了。那个苦难呀，就是这个男人造成的哈。是。后悔吧？后悔。后悔死了吧？特别的后悔。哎呀，看看，这是一段挺有意思的一段婚姻，他的感情起点是来自于爱情，就我们说的特别纯粹的感情，是吧？我喜欢你，你喜欢他，两个人就在一起了。结果婚后的生活完全不是您所想象的。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她为了一段婚姻失去了她过去的父母和家庭，她唯一的抓手或者生活的指望，其实就是嫁给的这个男人和这个家，是吧？对。没想到这个男人又撑不起这个家，在她的眼里，对吧？关键是这男人还不听话，这日子可就没法过了。对。于是她选择了离婚，一个人还带了2个孩子，尽她做母亲的职责和义务，是吧？在这个期间，前夫虽然想去看孩子，但是还不让人看，所以前夫只能偷偷的去尽做父亲的职责和义务，是这样吧？这你承认吧？承认。啊，这14年，一个人含辛茹苦的带了2个娃，还得像防贼一样的防着前夫，不能让前夫看娃，而这一切的苦难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对面这个男人。因此，当他们再一次的为了孩子也好，为了自己也好，在14年离婚生涯之后，2个孤单的人又走在一起之后，他就活在了回忆里，让2个人的日子过得很难受，可是又分不开，是吧？对对。所以问问老师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钟女士，我个人挺钦佩你的，14年把2个孩子含辛茹苦带大啊，这很不容易。我感觉到你自己也觉得自己翻旧账是不对的，对吧？只是你控制不了，对吧？对。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你是一个坚强而强势的人，但作为一个坚强而强势的人呢，你又因为传统的观念，所以你特别想要软弱，但是你又找不到一个可以依赖的人，所以你很纠结。对。所以你的痛苦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你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你整个人生的悲剧归结到这个男人的错误上面。什么是翻旧账？它是一种创伤后的后遗症。这种后遗症就是任何一个细节都可以唤醒他对于过去的记忆。这个时候，你正好提出了一个叫补偿的概念。你这个补偿提得刚刚好，为什么？因为他要治疗他的创伤后遗症，他必须要有人补偿。但问题在于，你们对于这个补偿这个事情，你们的定义是不同的。他说的补偿你是意思就是我跟你复婚，你要的补偿是要求这个人听话。对。但是你们2个人并没有就这件事情达成统一，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范先生，你听我说，你妻子现在她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是一种情绪的控制能力。你们2个人现在最好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对于她的情绪的控制上面。你需要对于自己的情绪有一种控制能力，你需要对她的情绪有一种抚慰能力。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抚慰能力，她这种翻旧账会一直持续下去。只有你不断的抚慰和你不断的控制，这个事情才能够慢慢的疗愈。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但必须要去慢慢的去疗伤，去让它慢慢的养好。要学会注意力的转移法，学会看到当下的一些喜悦的事情。未来很漫长，强势是没有用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于对于自我的控制，所以还是关注自我的内心，好吧？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来，莎娜老师。能看得出来，钟女士你是那种特别轴的人，认死理儿的。然后呢，范先生又是属于那种憨憨厚厚，但也是有脾气的男人。所以，一个要强势，一个还不服管，这是之前婚姻的状态。那之后复婚的时候，其实，在说出复婚那一刻，范先生你只是假觉悟。因为你没有从骨子里，也没有从根本认识到自己
在之前过往的这段婚姻当中到底做错在哪儿，你也没有明白自己的前妻跟你离婚的原因是什么，你现在可能都是懵的。然后一句我亏欠你，就让他觉得好像找到了曾经那种他需要的温暖，所以就继续再在一起了。所以你们这个复婚可以说是失败的，因为只有两个人真正意识到之前婚姻的失败点在哪儿，我们找到了解决那个失败的点，再去复，这个复婚之后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那现在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是什么？是在一起相互责备对方。尤其钟女士，我觉得你现在复婚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之前没出去的那些恶气每天都在向他身上撒气。那你觉得这复婚有什么意义呢？不是给彼此带来更大的伤害了吗？翻旧账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你一遍一遍地说过往的事儿，只是在加深你对这些过往事的伤口和加深你的痛苦，没有任何的意义。你活在过去出不来，你告诉我未来的日子过它干嘛？你如果天天就活在过往的纠结里，活在过往的痛苦里，你的人生整个就是痛苦和灰暗的。你看不到明天的美好吗？你看不到你的小孙子一点点长大带给你的希望吗？如果你要是一直活在痛苦里，我觉得你一个人痛苦比两个人痛苦要好得多。马上再离婚，不要再牵扯另一个人进入你痛苦的人生，因为你的人生就这样了。按照你的话来说，命不好，嫁了一个不好的男人，已经既成事实了。命不好，嫁了一个不好的男人，我分了，我还再回去找这个男人，你不是自找苦吃吗？你怨谁呀？所以你如果想要说复婚是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让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好，那就不能再去回头，你不要再做没有意义的事。如果你要再翻旧账，你就自己去过，你一个人也能过得好，而且现在都没有养孩子的压力了，你干嘛要让自己再陷于这样的痛苦当中呢？你无非就是找了一个撒气筒，把这些年的气再撒回去。可是你觉得撒回去它能改变吗？那是性格的问题，改不了。他到今天他也撑不起来这个家呀，在你的概念当中，你看他不行，你从始至终你就看他没有行过。所以我特别生气，就是自己每天给自己找气受干嘛呢？然后控制不住。如果你连这种基本的控制不住的能力都没有的话，我觉得你真的不用再回过头去过这段婚姻。我也不想提过去，我确实是控制不住。不想提过去就不要提，如果再提的话就自己过。对于男士，我想说的是什么？您就是假觉悟，你根本没有弄明白他到底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要是真的知道自己当年到底错在哪儿了，知道自己的妻子当年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只是说对这14年没对他们照顾有亏欠的话，你不是现在这样，你不会妻子一翻旧账你就开始发脾气，因为你不服气呀。我没觉得我当年怎么着，你老翻当年的事儿，你们两个人都是嘴上的，没有付诸于实际行动，所以日子会越过越苦的。那已经都分开14年了，干嘛还彼此折磨呢？晚年生活彼此折磨。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别欺骗，想要好好过就真的想想该怎么好好过，问题到底在哪里，好吗？谢谢。好，谢谢沙大老师。哎呦，我越听心里边越一身冷汗，你知道吧？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上过去20年发生的跟你们是一样的事情。他翻的都是对的，是吧？你欠人酒席，对吗？你欠人的戒指，对吧？然后呢，你也欠了一套房。其实他动手是因为你顶嘛，是不是？我也是一样的，就觉得干嘛老提啊？说了100遍了，跟祥林嫂一样，这是没素质人才这样，对吗？我告诉你，有素质人也这样。我前妻上海交大毕业的，跟我是同学。我刚才就想这个翻旧账的事，我酒席也办了5星级，对吗？戒指我也买了，房子我也买了100多平方，车子我也买了。啊，我20多岁也挣了几百万，当时还不错。但是给我翻旧账啊，那简直是你知道吧？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件事能翻了7年，就是因为他在大学里边教书。然后呢，有一次下班，因为在城西头，我没去接他。那是我平时5点半全都去接的，准时。但是我那边一天18个小时的忙碌啊，因为我自己做事业嘛，你想那挣几百万也不容易，对吧？做学校从早到晚，没日没夜，周末没休。
就有一次忘记了，我说你8块钱不就打个的了吗？为什么要骂我骂7年呢？真的是这样，就翻旧账不是只有他。我直到后来分开以后，我在想，哎，我干嘛为什么一翻旧账就顶呢？你哄哄不就得了吗？所以我们分开之后反而是哎一块见面，只要一不高兴，我说来我给你削个苹果。你说我好歹也是那时候在上市公司管1万人的老总啊，我削苹果，这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看你老婆一直说哄啊哄，你就哄一下不就行了吗？是不是？但是我们也反过来想，这个翻旧账，每个人都是这样，男人也这样，男人就要复仇，都会记得的。就别人对你的不好，不管是你的老婆还是谁得罪过你，对吧？有点什么事啊，你一上来也是冲动上脑。他假如就是说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我一翻旧账，他把我哄哄，我马上就听住了。但是他没有过那样。那你有没有想自己能不能断的？你说你断掉一份缘分，自己可惜吧？你自己说，哎，这边麻将馆那边，他如果在家看孩子，你不就不会摔了吗？对不对？你不就不交心了吗？他至少能在家看个孩子嘛，这不还是怪你自己吗？我给自己学了一个不记仇的方法，就是说，当别人惹了我，我都想他为什么一定要坑我？我有很多生意伙伴坑过我，他为什么一定要坑我？坑我的理由是什么？对吧？我不把恨去链接，把另外一个东西去链接，你也帮他想想他的理由，好不好？去做做锻炼啊！谢谢李老师。所以一个哄，一个锻炼。好，谢谢，这是好，谢谢老师。现身说法了，这个可以啊。来，胡老师，一生恕你无罪，他真的无罪吗？一个恕字说明他是有罪的，对吧？婚姻不是还债，你如果把婚姻当成了还债，彼此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如果他真的要是能够变成你所想要的那个样子，你觉得你们还会在一起吗？你们更不会在一起。如果他又帅又顾家，他凭什么找你啊？我们说，如果债务一旦还清，就是恩断义绝的时候；但如果还不清，那就是彼此折磨。第一次离婚的时候，你是认为这个人看来是还不清了，既然还不清，就不要碍我的眼。但离了婚之后，你也没有找别人。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机会，还是因为你还爱着他？我是没有时间。有时间就找了。这2个孩子有一。行了，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这些年来一直在自言自语，说我不甘心，说我大好的时光浪费在一个徒有其表的男人手上。但是复婚之后，本来债务可以清零的，无债一身轻嘛，重新开始嘛。但你还是把他当成了债务人，这一还就是20来年，第3代出来了，都还没有还完。所以你说这债到底是折磨你，还是折磨他，还是彼此都受折磨？这个债真的是他欠你的吗？如果要说是欠，是造成的，也是你自己造成的，因为你喜欢颜值高的男人嘛。你既然喜欢了他的帅，你就要接受他的懒，接受他的幼稚。我再把这个话说难听一点，如果说这个男人长得又帅又挺老实，只是不作为，或者是有些幼稚不成熟，那也是你没本事啊。你要是有本事的话，可以把他调教好啊，你没有啊。你又没本事把他调教好，也没有本事找更好的，那你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事都怪在别人身上？如果觉得自己有多高明，就把你的高明显现出来；如果觉得自己没那么高明，就不要说别人有多愚蠢。说实在话，这个债事到如今已经把你们半辈子都耗过去了。我觉得你这种自寻烦恼的本事和想法大概是改变不了的。只要这个人在眼前，你就会觉得他欠你很多。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再离，你自己一个人过日子，
还有一点，我想提醒你，如果这个男人没有复婚，而是第一次离婚之后他找了别人，索性把心一横，我有愧疚，对方不理解，反正我这辈子我也是还不清了，我这辈子在他心目当中就是个混蛋了，那我为什么不找一个懂我的人呢？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想？那个时候你更会百爪挠心，既还不上，债务人还跑了，过自己的幸福生活去了。所以不要自作自受，你还是自己一个人过吧，让他也一个人过。不要老觉得别人欠了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欠自己的。如果你真的那么有主张，那么有建议，你当初离了就别复，你就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至少你还收获了家庭，收获了孩子的孝顺。你不是那么能耐吗？那就一个人过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你觉得听得进去吗？我觉得听不进去了。人生活了大半辈子了，14年这种，其实人已经过毒了嘛。咱们不再分析这个对错呀，我就算了一笔细账，我就发现03年2个人有10几万的存款可以了。那么好的日子怎么过成了这样？这账你们自己去算去。我得跟您请教一下，就现在好多女生说，男人都这德行，不嫁了，一个人。你觉得一个人生活怎么样？一个人生活要习惯了真好。那就赶紧着呀。就是没有依靠嘛，没有。本来他就不能依靠嘛，你依靠他他就倒嘛。是你说的吧？是。那你就别靠了。但是我觉得没有但是，水都不会弄的男人。孩子他爸爸呀，没有完整的家呀。你14年都不完整了，你现在要完整啊？你早干嘛去了呀？你不在掩耳盗铃吗？离了啊，继续离啊，覆水难收啊，破镜难圆啊。他们是重圆了，这镜子到处是斑点，多没劲呢。苦不苦？苦。为了新生活，这次你勇敢的做一回男人，你提出离婚，敢吗？鼓起勇气想一想，这不就得了吗？都不苦了吧？还较什么劲？你放他一条生路好吗？你放你自己一条生路好吗？你们要还想2个人绑在一起，你这么说他欠你的吗？说句心里话，他欠你多少，你欠他多少？对这个家他到底尽不尽责？你是主要责任，他有没有尽其他的责任？你不用跟回答我，你自己想清楚，摸着良心讲就行了。你也别老那么天天愁眉苦脸吧，该做的你也在做嘛。人的能力总是有大小的，我能力不够，不是我努力做了，努力做了吗？做了。努力做了，你还委屈什么？把头抬起来嘛，很正常嘛。就是一点，你们愿不愿意接受彼此在生活里磕出来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个小瑕疵？愿意接受去做调整就 OK 了，不愿意接受那就离了婚，你们自己决定好不好？都这么大的岁数，什么都明白了，还用我们教吗？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婆，我跟你说，人生苦短，人一辈子不容易，原先的恩恩怨怨，只是他一笔勾销，永远一去不复返。在人生的最后的道路上，咱俩携手共进，走完后半生余生的时间。我一切看你的表现。好的，我已经一切做到。都看你的表现。可以，我可以做到，对吧？只要你再不去求账的话，我干什么都可以。啊，我能行，我也行，我一定能撑起这个家，请给我信心。哎，我最后说一句啊，人家问你了，过去的账能不能一笔勾销？您给一个答案，能还是不能？能。能。好，大哥，这话跟你说啊，他在主观上面是能了，但是在客观表现上，他心里面是有个坎儿的。
他会时常的在念叨，再说出来，听明白了吗？那不受控，所以你就做到一点。下次他再说的时候，你们找一个方式把这开关打断就完了。每次他说的时候，你就不要当时他在说，他犯病了，你把他当成一个病人，你就会愉快很多。如果你们还想在一起过的话，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下载金悦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金悦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来吧，看看这一对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这像是第一次。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来看看他们如何表达自己的浪漫，各位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不说出只是誓言。Marry me now, baby。好，请亮灯啊！哎，来，这给你们。以后一翻就让就抱一下，就像刚才这样就好了，好吗？好，就记住吧，这也是个开关嘛。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只求永恒永垂，就算停止旋转时间，我的心不会变。下辈子就这个分分合合，让你再一次的有点感受吧。忠诚是婚姻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唯一的条件啊。这里面没有背叛，什么都没有。这个里面只有性格，只有对生活的期许，对生活的标准不一样，而产生的一段有这么几十年的一段人生的悲剧啊，或者叫情感的悲剧。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看问题，我们可能要更用一个很宽的角度去看，同时真的要降低自己对生活的期许。我们别把生活想象成那样，其实一点一点往上走，你会觉得生活还是挺幸福的。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总是不理解我工作的辛苦，我从来都舍不得他去受苦。他的未来规划里从来没有我，他就是从来不会先考虑我。我只希望他能够支持我，为了我们更好的未来。他总是一次又一次让我去牺牲，我真的太累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川30岁，自由职业；女嘉宾小颖25岁，幼教。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想跟他分手是吧？对，不愿意分是吧？不愿意。所以今天你要来挽留他，还是你要来坚决跟他分手？我想跟他分手。谈了几年啊？2年多。2年多，为什么要跟他分手呢？因为我们之间有很多矛盾嘛。哪些呢？之前我们2个在同一家公司的时候，然后我们公司聚餐唱歌的时候，我看见他跟一个女的坐得很近，然后又一起拍照，然后我看着心里面就很不高兴，很不舒服。当着你的面跟别的女生拍照？对。公司团建嘛，我是想搞好上下级的关系嘛。再说后面就跟你照了呀，大家都一起照相。那还是我跟你说了你才照的呀。我觉得同事之间照个相应该没有什么。那我跟你还是同事啊。因为那个时候公司内部是不能谈恋爱的嘛，我就尽量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都不知道你们谈恋爱是吧？不知道。所以你害怕别人看出来，就跟刹那先照了，是这意思吗？对对对。而后跟他照，为了避嫌，这是你的解释是吧？对。好，行，这不算什么，这不一开始吗？但是你避嫌的也太过度了吧？你每次公司开会的时候，总是给我穿小鞋，这就不对了吧？没有，是这样子，因为周一要开大会嘛，我提前跟他说了，我说等下开会的时候肯定要说你2句，你不要往心里去。那你们要说什么内容啊？这是身为一个管理的经验，我没有必要跟你说什么内容。
我的天！就因为我作为你的女朋友，你说我要说重一点是吧？我就怕你生气，所以我提前跟他说一声。那我还是生气了，你说别人这客客气气的，对我就是说的很过分的话。这是为啥？因为都没有业绩嘛，对不对？我那别人也没有业绩，属于一种那种杀鸡给猴看那种。谁是鸡谁是猴？就是说他比较有点重嘛。那为什么不说别人重呢？因为说别人重，因为我私下跟他说，别人没有说嘛。哦，我私下跟他说过了，我提前跟他说，我说等下会说你2句，你要理解我嘛。我还不理解你啊！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还不理解你。啊，这个听起来满满的委屈。为了避嫌，你是无所不用其极是吧？你还为他做了什么了，姑娘？他说我就说我呗，那他为什么还跟他初恋聊天呢？而且聊天的内容还很亲密。因为当时他有个客户要推过来，然后我就跟他聊了一下，后面不是让我把他删了嘛？那你删了，你把他加回来呀。加回是因为那客户没有加我，然后我就去加回来问什么情况，结果他让我把所有的客户所有的人全部删了，400多人全部。我只是叫你把他一个人删了，没有叫你把所有人删了，是你自己删的。你当时说你不想在 QQ 上看见任何人，只看到我一个人。我没有说过这句话。行吧，就为了业绩跟前女友拉扯不清，我听是这意思吧？对，他推过来嘛，我这聊了几句。我觉得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感觉他当着我的面，背着我的面都在跟他初恋聊天。哦，行，这听明白了。哎，那你们公司既然不让谈，就走一个呗，就好处理了。你们没选择这种方式吗？后面他让我辞职，我就辞职了。当时他说我们2个人在同一家公司，就感觉很不好嘛，就让我辞职。那为啥不是你辞职啊？因为我手有很多客户在这里，如果我辞职到换家公司的话，老板不会让我走的。但是我辞职了，我想在你朋友圈秀个恩爱，有什么不可以的吗？那你也不用马上辞职就马上去秀恩爱嘛，你可以过一段时间再秀嘛。我试过段时间。那你让其他同事为什么想你们2个伪装的真深？哦，难道我作为你女朋友了，就不能发个朋友圈秀恩爱了？然后你不是抢了我手机拿去发了吗？经过这个事以后，我们老板找我谈过几次，开大会拿我当例子嘛。啊！以后再发生这种事，你工资都不要，直接开掉。对啊，你是违反规定了呀，你没啥道理啊，你谈了呀，谈恋爱是个事实啊，对吗？对，那不就完了吗？等于你一离职就在他的朋友圈里秀了恩爱是吧？因为当时我想的是我辞职了嘛，然后就秀恩爱也没什么。老板骂两句，至少在他的心里面，你们的恋情公开了，他心里舒服了，不就行了吗？那辞职之后就应该好了吧？后来有一次他陪他客户吃饭嘛，然后我一直等到晚上，晚上10点多的时候，我见他还没有回来，就跟他发信息打电话，然后他也没有回我。然后当时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无聊，就出去走一走。回家的路上刚好肚子痛嘛，然后就刚刚蹲在他们公司楼下的一个公交站，因为当时公司楼下有个公交站嘛，坐车比较方便。你蹲的真是地方，我们在吃饭在2楼，他就蹲在我们那个吃饭的门口。但是我准备回去的时候，你们那个女上司女经理就过来推了我一下。但是我吃饭的时候，我是不是先跟你说了？我说今晚这个客户过来陪他一边推我一边说我什么意思啊？你当时看到了就不帮我。因为在吃饭的时候，你一直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一直打电话，这个客户对我真的很重要。都那么晚了，我不能给你发信息吗？10点钟算晚吗？对于我来说比较晚了。没听明白呢，就是他吃饭，你再给他打电话，然后你就自己一个人闲溜达。结果就溜达到了他吃饭的那个饭店，公司楼下那个公交站那里。然后怎么就推起来了呢？当时这样子的，吃饭的中途一直给我打电话发信息。我们那女经理呢，她说你不要，客户在，不要玩手机。当时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就蹲在那里，我就去送客户了。但是我没有看到他走过去，我走过去，我以为他走过去是扶他，结果一直在推他，结果把他推到地上了。不是，那他凭什么推人家呀？他也是喝多了。喝多了就可以推人是吧？因为当他也很在乎这个客户嘛，公司都很在乎这个客户。那我作为你的女朋友，难道比不上一个客户重要吗？重要，当然都重要。但是这种结果眼上面，我肯定是我站在中间也很为难嘛。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推你在地上，都推到地上了，那得道歉啊。是吗？第2天早上，
那个女经理发信过来嘛，就说。但是你拦着他没有让他给我道歉啊？因为他喝多了。喝多了就可以随便推我，就随便可以骂我。我没搞明白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跟重要客户谈事儿会喝多呢？重要客户谈事儿不都很清醒吗？喝酒的时候不是不谈买卖吗？因为当时我们正好也在谈，喝的是白酒。好，算了吧，反正这事儿也不追究了嘛，女生都忍了，咱们就当忍了嘛。就这还没提分手是吧？那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让你现在要跟他提出分手呢，姑娘？因为经过那件事情过后，他觉得都是我错怪他了啊，从那个公司辞职了，然后辞职过后呢，非要跟他朋友一起去创业。我就跟他说了创业风险，他非不听，还要去创业。我创业不是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吗？那么点工资怎么买房买车，一会儿还结婚？创业买房买车，结果亏得血本无归。那这个创业都有成有败嘛，这个无所谓。这个我也知道，慢慢我就是叫他不要去创业呀。好，失败了以后，我觉得特对不起他嘛，他一直陪在我身边，也没有不离不弃的。我后面就没创了，然后也去上班了。欠钱了吗？没欠钱没欠钱，还好，那不是行吗？就再工作呗，找机会再创业呗，有了好的项目是吧？是啊，但是我对你不离不弃，但是你不知悔改，你又去创业，你朋友叫你来创业你就去创业，还不听我的意见，说我什么妇人之道，说我不懂。我就算再不懂，我也知道这个创业有风险了，本来就没有什么钱，你还要去创业。因为当时这个项目我也考察了1个多月，我觉得还可以做，因为现在市场大环境还行。那谁知他中途就撤资了，他说家里的事情要把资金撤了，但我一个人资金又不够扛住现在的风险嘛，因为现在人工又贵，房租又贵，然后就撤了。所以2次创业又失败了，是这意思吧？对。这次欠债了吗？欠了，欠2万多。慢慢打工还呗。然后欠2万多，朋友一直给我打电话叫我还嘛。还是我帮你还的。这就从感情的纠葛发展到在经济层面也有纠葛了。钱是你还的是吧？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特别好。当时我本来想的是不让他还的，但是朋友打电话一直催他要钱但是实在没办法，我都跟他开口，我说先拿2万块钱给我等我去上班了赚的钱就还给你。打借条了吗？没有。打个借条就借了有钱就还咱们不欠这钱这说不清楚，都说不清楚，咱们还是说感情吧现在呢创业失败之后他做什么呢？他创业失败过后，就有一段时间就经常半夜深更在外面喝酒嘛，然后回到家里来就吐的家里到处都是。其实我喝酒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人理解我，包括家人也好，朋友也好，都来骂我说你没有钱创什么业，没有钱创什么业。我说我自己亏了10几万在里面，这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我心也难受。我要的就是别人安慰我，就是你还小，你还年轻，你还有机会，创业不是一创业都能成功的。对。我要是这句话，而不是你不行就不要去做了，怎么做他也说你吗？都这样说。那你觉得我怎么不够理解你了？我要理解是安慰，不是每天都在家里念。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让我把工作辞了我就把工作辞了。你创业失败了，我还拿钱出来支持你，帮你还债，这还不叫理解你、支持你啊？我让你辞工的原因是你不适合做销售，你去现在做幼师不是挺好的吗？你再看一下他这样子外面跑，以后我感觉所有的经济压力肯定是在我身上的。那现在为什么要分手呢？这女孩不是一直不离不弃吗？前段时间我爸给我打电话，因为在这段时间不是没有工作嘛，这老乡公司叫我过去，因为过去考察的话要半年，我就让他等我。那你要我等你多久啊？半年，如果那边考察行，我就接你过去；不行的话，我就回重庆。因为你现在幼师做的挺好的，没有必要跟我在外面乱跑。等于半年这么久，我不知道这半年期间会发生什么呀？万一你在那边就遇到一个比我还好、比我还关心你、照顾你、比我懂事，那你是不是要跟他一起啊？我真没想过，我没有这样想过。听明白了，就是男生现在有一个机会，对，要回老家去对吧？对，这个期限是半年，他又不希望带着女生一起走，是这意思吧？对。然后女生这个时候心里就觉得不对了，这是不是他要离开我呀？或者说他现在没想离开我，在未来那个城市会不会认识一个新人而忘记我，是有这个担心是吧？对。于是把过去他对你种种的你认为的不好都给陈列
说了出来，对吧？我听最主要的还是在公司的那一段，就是你们发展在公司产生恋情那一段时期是最不愉快的，对吧？对，那是第一个阶段，女生含辛茹苦，反正都忍了，为了这感情你也辞了职了，是吧？对。第二个阶段就是你在你创业阶段，女生的委屈是我给你了经济上的支持，你还要什么精神上的支持，对吧？你的委屈来自于你也不理解我，是不是这意思？对。那女生不接受异地恋是吗？不接受。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男朋友，他在上海工作嘛，没有到半年我们就分手了。哦，就感觉很接受不了异地恋。女生，你觉得他关心你吗？不关心我，就有时候我生病了呀，然后我叫他帮我倒一杯热水，他就一直在那里打游戏。戴着耳机我没听到。我叫你那么几遍了。那这个其实，在现实生活里，你跟他分了就完了嘛，干嘛要到我们这儿来呢？就主要还是舍不得嘛，毕竟在一起2年多了，也有一定的感情了。舍不得什么呢？我听你说的都是他的不好啊。因为刚开始在一起的那个时候，确实很开心。好了，各位老师，因为自己的男朋友要回老家看看，女生产生了诸多的不安，于是把恋爱当中所有不好的回忆全部都勾了起来。女生说：“我要分手。”这段关系应该怎么办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人爱不爱我呢？就是看我在这个人的心中的优先级。你知道什么叫优先级吧？知道，就凡是他把我放在第一位。你看你在他心中优先级高吗？工作比你高吧，创业比你高吧，老板比你高吧，客户比你高吧，到最后游戏也比你高，你在他心中不重要嘛？所以他爱你吗？他只是接受了你对他的好而已。那么回过头来我们来说说你一直表达的说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舍不得，这是为什么呢？舍不得和你那个对象好不好是没有关系的。舍不得来自于什么地方？舍不得是来自于人类啊，就天生就厌恶损失和害怕自己受到伤害。一段感情在开始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对手戏，两个人一起演；等到要分手的时候，它是独角戏。这个时候你要战胜的是你自己而已。所以你现在真正要战胜的是自己心里的那个舍不得的情绪。而不是判断这个男人爱你或者不爱你，因为那已经很明显了。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来，珊娜老师。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可以大致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其实属于办公室地下恋情，那这种地下恋情一般都会持续到被发现为止，或者有一个人辞职。然后往往一般不会在这种情况下2个人闹很大的矛盾和意见，因为这其实是刺激人的一个感官。这种办公室的地下恋情，它往往会让人觉得很新鲜、很刺激，然后在人前是一套，在人后是一套。所以维持的那段时间，你们有没有真的考虑过，那段时间在一起是新鲜感和刺激更大一些，还是真真正正感受彼此的那个感情更大一些？而那个时候，她作为你的女朋友，我相信不只是一次例会开会，肯定是在工作上很多方方面面，你都会先拿她开刀。因为你觉得，我作为领导，我要在单位输微信，那我对任何一个部下，如果太过严厉的话，他们会记我的仇，唯独对于他不会。因为你可以私下去哄他，因为你可以私下跟他说一句你要理解我，因为你是我女朋友啊，就可以拿它当做你工作上的一个挡箭牌。一书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对陌生人太客气，对自己人太苛刻，这种人就是有些自私的。而在你的世界当中，我觉得很多的事情都排在他之前，所以就会有现在他特别没有安全感，不想让你离开。因为你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能抓得住你，但你一走，他不知道他能不能抓得住你。
就是因为你的世界里面排在他之前的选项有很多。所以对女孩来说，我觉得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能够接受就这样一个，他可能永远都是利己主义者的一个人作为你的男朋友，就算他一直留在重庆，你们一直还是在一个城市生活，也不见得他能够对你好到哪儿去，能够达到你想要的心中那种的好。所以我觉得你考虑的不是他是不是要走，考虑的是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还要不要继续。我觉得这个异地其实是一个第二因素，第一因素是这个人本质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是爱多爱少，他可能就是在他的世界当中有很多的事情，而你的世界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爱他。每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不同，那你能接受吗？愿意接受吗？不愿意。好，谢谢。好，谢谢沙娜老师。来，李总。这个事情啊，我不同意前面两个专家的看法。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喜欢你的，你觉得对吧？你跟他这么长时间，他都没有对你好过吗？有。比如说他会去帮我煮红糖水。每个月如此吗？对。每个月啊，那比我好多了，这男人。我想说什么呢？我觉得你们两个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你们两个的控制欲都很强。小川为了控制你们俩的事态不被人发现，先跟所有女人照完相，对吧？在你的要求下，要不还不给你照，对吧？然后骂人先骂你，对不对？对。然后呢，你怎么打电话，他客户他就是不走，他控制欲很强。但是呢，你是在一个柔弱的外表下，控制欲比他还强的女人，跟一个前女友这个交往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呢，把400人都删了，你说不是你说的，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不是你说的，他不会把400个客户全删了。第二件事情，你一走，马上要他发朋友圈，你明摆着要知道，这个发朋友圈会让领导心目里边马上觉得这人是个阴暗的人。你明明知道这样，你还要逼他发，甚至抢他发，你的控制欲强不强？第三，客户吃饭，不是跟干妹妹啊，那个时候他是真的为了工作，是不是？对。那你想，你那么样子去影响他，是不是影响他？当然你是爱他的，其实对吧？因为你给了他2万块钱，我能看出来，他也是爱你的，否则他不会做那些事。要我就不接电话了，还给我打电话，我电话直接关了。打一次我跟你说，我回去我又是跟客户，我理正辞严，我没有亏欠你，对吧？亏欠了我还有点问题，我没亏欠啊。他还一个劲儿的在整，以至于都被领导骂了。包括删那个，不管是不是你说的，他删了，那说明他在乎你。然后最后他让你抢了，他发了，而不是说再拿过抢过来再删掉，说明他在乎你。所以你们俩都要减控制欲，才有可能在一起，否则的话没戏。好，谢谢涂老师。说句实在话，如果一个人想要做一个一碗水端平、非常公正的人，把自己的爱人、亲人跟别人同样对待，固然对于旁观者来说是很值得尊重的，但是呢，只是对于我们来说，这种人是受欢迎的。但我们会要这样的亲人吗？我是做不到的，因为我是个俗人。但如果一个人能做得到，除了能够赞叹他的职业素养之外，我还要批评他缺乏凡夫俗子的普通情感。在很多事例当中，的确你都排在了后面，但只是排在后面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被他的女经理推倒。那个女经理曾经也是你的同事吧？对。他为什么在女经理面前不服你？其实这里面一些事情让人浮想联翩。如果非要去确定一个人是否爱自己有一个标准的话，这个标准不是每个月给你泡一个红糖水，除非他能够一连泡上3年。我觉得还是在第一时间下，本能的愿不愿意保护你，愿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你，看不得你受伤，看不得你受罪，在那种本能之下的反应是最自然。如果说这个男人跟你在一起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连一点对你好的事情都没做过。就像你所举的例子，你说他对我好的时候很少，但是会给我泡汤水。如果他跟你在相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一点儿对你好的事情都没做，那你岂不是太不值得？但是做了这么一点好的事情，就能够证明他爱你吗？我认为不是。我觉得你喜欢这个男生，也许是喜欢他的优秀吧。但是如果他不爱你，他的优秀跟你有什么关系？厉总说你想控制他，其实我不觉得是想控制他，你是一直在想打动他，你一直在向他讨好，尝试着告诉他这个世界只有我最爱你。但你打动他了吗？我们一直在说男人要有事业，要努力，但有的时候我倒特别害怕一个男人工作太认真，认真到没有了人味儿，认真到缺少了人之常情，认真到要杀鸡给猴看，认真到为了顾全大局，在老板和女经理以及客户面前连自己的女朋友都不敢扶。请问这样工作上进努力的男人要来干什么？他现在事业还不是很好，如果他的事业很好，也许你现在的地位还要更差。这就是他所说顾全大局，你明白吗？你好自为之吧。好，谢谢涂老师。我恰恰觉得千万就是不要纠结，就是做人啊，很多人说，哎呀，我分手分不掉，分不掉就别分。恋爱这件事情，有的时候要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想分手就分手，不舒服嘛。我是一直崇尚感觉论的，你知道吧？就是我感受到你爱我了，你就真的爱我了。你感觉不到的爱，那就是没有爱，就是没有存在，没有什么对错。男生有一点你要考虑，就是人生总要做一些选择。规定不可以谈恋爱，那就是不能谈。谈恋爱您就走，这是最好和最高明的。你会很舒服，你一辈子会活得很舒服。你不管做什么，我承担后果嘛。就人生一定要做选择，哪有那么多让你两全其美的事儿啊？没有的。女生，树立原则底线，画个底线就完了。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知道之前做的很过分，也谢谢你对我不离不弃。我创业失败这么多次，每天晚上喝醉，喝得烂醉才回来。我希望你再给我多一次机会。我跟你在一起真的很累，虽然你之前很少关心，但是我要的不是一点点关心，我要的是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你会站在我这边，而不是去帮别人一起来欺负我。还有我要的不仅是一点点关心，我要的更多的是你对我的爱护。我跟你在一起真的很累。最近我和你都有一样的心情，那是一种类似爱情。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啊。来，请关门。那接下来当然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时间了，他们会作何选择呢？请开门。这是对的。还有话吗，小伙子？其实有种难受，真的，在一起3年真不容易啊，一起走过来这么久。当我最困难的时候，他还是对我不离不弃的。我只是想多努力赚点钱，希望我们以后过得更好一点。因为我现在我能奋斗的年纪，我想多奋斗一点，多赚点钱，可能辜负了他。很多男性都发牢骚说，我想好好疼你的时候，你问我要钱，对吧？我觉得你挣钱的时候，你要让我好好疼你，你说该怎么办？是不是觉得这个平衡挺难的？对，其实哪有那么难嘛？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对他好的决定啊，只是你在这个时候你选择了其他嘛。谢谢你，请回。有一种悲伤
我记得我们大学毕业那会儿还包分配哈，那会儿谈恋爱的说在一起的都是男生追着女生的脚步走，没有说让女生追随男生的，因为就觉得是男人嘛，我觉得爱情就应该是纯纯粹粹的，因为爱情所以爱在一起。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有网友提问：老公从结婚开始就瞒着我去借高利贷，到今天他还不了了，我才知道他把我所有的积蓄都骗去还高利贷了，还要挟我去贷款替他还高利贷。我没同意，要离婚，他就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就同意明天去离婚。我该怎么办呢？在我看来，答案非常简单，就2个字：离婚。如果再加2个字的话，就是马上离婚。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